玩家请注意，开始捉迷藏之校园围剿篇即将开始。本期我们解锁的新地图是珠海市金湾区荣宏学校。学校设立小学部和初中部，场地包含多种类教室、实验室、体育场等，游戏区域为1到3层。请玩家根据手中的地图，在标记的合规区域内进行躲藏，躲藏时间6小时，搜捕时间1小时。X 猎人在搜捕半小时后解锁。本期 X 猎人的关键词为熟悉的陌生人。当猎人找到3人及其以上，将有人离开，反之全员安全。倒计时：5、4、3、2、1，开始捉迷藏。熟悉的陌生人，不会是你吧？是啊，我觉得今天的 X 猎人是个那个选手，你信不信？葛逸轩直接出来吧，葛逸轩。哎呀，6个小时之后我们要见到小葛了，有点开心哦。这么狠的吗？我不知道，反正我这2期被 X 猎人整惨了，我现在很害怕。我跟你们讲，我现在就先找我最熟悉的队友了，真队友。朋友们，你们在哪？我在操场。这个好大，你知道吗？1至3层，我在3层呢。6，各位朋友，嗨，怎么没有新玩家？我觉得今天的 X 猎人可能是个老选手，小葛了。哎，不用想了，肯定是他，给他发微信吧。给他打个电话。你们这个属于场外信息吧？这个不算场外信息，哥，这是我们自己抿自己猜的。场内信息。熟悉的陌生人吧。你真给小葛打电话了？真打呀，真打。看他有没有化妆就知道了。这个也太好笑了吧，小葛。他如果不接怎么办？他在化妆。不接就是假，因为他起床很早。他不接就有问题。对方忙。对方忙。此地无银300两。小葛。你们的一魔鬼就被我们识破了。哎呀，这包好累啊，背的。好了，你看不会掉。今天没想到我谁也没想做手工，我告诉你们，所有的手工材料都在这里了，一锅端。哎，有新玩家哦，都在这儿。哎 ，Hello， 廖善宏。哎，是的。大家好，我是廖善宏，我是一名篮球运动员。我从小就非常喜欢捉迷藏，在捉迷藏游戏中，我将会运用我球场上的判断力来进行躲藏，请大家期待我的表现吧。都好高呀，好讨厌啊！我们的补位一直在往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平均身高。我叫廖善宏，你们可以叫我鲍勃。鲍勃。对，我英文名是 Bob。嘿，Bob。Hello， 我是新选手。还有一个，还有啊，哇，这期好多人啊 ，Hello。这里啊。哦，好帅！你看他那个裙子，玩高科技的。哇，这个是什么？3D 打印机啊！这是3D 打印机。你手提一个3D 打印机啊 ！Hello， 这草鱼，一个喜欢把胡思乱想变成现实的数码博主，一个能把传统捉迷藏变成技能捉迷藏的技术流玩家。如果你看到我在角落里拆装零件，别担心，我正在给猎人准备惊喜礼物。我是草鱼，草鱼。对。哎。你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你自己打印的吗？对，这个是我自己打印的。那这个是你打印的吗？这个也是你打印的吗？哎，你俩本来就认识是吧？你俩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哇 ，X 猎人，X 猎人才是。哦，小鱼、草鱼，你俩是一对儿吧？他俩是一对儿。哎呀，你们站在一块儿去吧。来，人生合伙人合体，快！人生合伙人。对，人生。这是你老公吗？对。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人生合伙人草鱼。对，人生合伙人小鱼。那么来真 CP 了，有一条分界线了，有一条真成恋综了。来，快靠近，干嘛呀？结婚典礼啊！现在，快！没时间了，快点！谢谢，把这包给我吧。OK。
这个拿走了，办不了的还送等会儿。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刚才不好意思啊，我就不来 Q 了。那我们翻到前头。OK，随时联系，朋友们。拜拜拜拜，待会儿见，待会儿见。咱们就逆时针逛吧，或者顺时针逛。哎，吓死我了！啊，这里有一只，这是什么？鸽子。猎人，我是哥们儿，猎人。自动回复，不跟他聊了。没有可以藏的地方，走吧，下一个教室吧。走。这个教室完全没有地方藏啊！这到底能藏到哪了？我发现他们这个教室都太整洁了，对，太整洁的，完全没有地方藏。哇哦，这个地方看起来很空旷，实则完全没有地方藏啊！这个能藏在哪儿？除非是你加一排跟这一模一样的凳子。学校看着很大，教室也很多，但是每个教室看上去都太规整了，而且一眼就能看穿，对我们来说很难躲藏。这么极简风啊！走吧，这个地方也没地藏。你在干嘛？验证失败。验证失败。两位同学干什么呢？上课了，哎，上课了，你哪个班的？老师，我是那个。别说了。什么了，老师？你别说了，你那个去门口站着吧。老师，你哎，你怎么进来了？我刚才去门口站着呀。老师，我哎，你怎么还在这儿？你怎么不让人说话啊，老师？好烦啊！不让人进门。这里工具很多呀，你看他这还车木头的。我们撤了，这地儿感觉不适合我们场。走吧，我们去室外找找。同学，下课了。哎，你去哪？你逃课？可以出来。你逃课了？我们去这边转转。哎，说实话，这个还是挺对称的。那个垃圾桶，感觉可以藏。待不住1个小时。如果真的有硬汉可以藏在那个垃圾桶里，应该没有人能发现吧？肯定不会翻那个垃圾桶，太味儿了。这个位置倒是挺好。你好，哪个班的？登记一下吗？我们都在这里。猎人从那边看，感觉他是在重影，他就以为这里只有1个人，1个人也不行。哦，对，1个人也不行。我在这儿坐着，然后你在这儿，你就说你在登记，啊，他路过就不会发现，然后他就来找咱们，咱就说让他排队登记，你登记时间长一点。好主意，其实是可以给他来个灯下黑，保留吧先，再转转吧，再转转，再转转。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后门吧，后门有这个，正门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看还有没有保安亭。走吧，再绕一圈。马上到体育办公室了，来进去瞅一眼。哎，先玩会儿，拿个球，走玩会儿去。朋友们，有人想打篮球吗？来操场打篮球啊，朋友们！阿龙，哎，娄家豪，专业跑酷竞速运动员。喂，专业的来了。廖善宏，专业篮球运动员。马奇瑞，短道速滑运动员。潘明俊，1米93退伍军人。对6，篮球双生子。就3、2、3，再来。啊，这个剪掉，这个也剪掉。哎，传的太……来，丢脸，好丢脸！来，我来。算了，直接结束吧。哎，拉开在哪？2个了。你直接投吧，楼哥。我真投。好球，捡进去，趴掉。我们3个一起防他吧，拉开让他们单打呀！哎，怎么能连过3个呀他？怎么能连过3个呀他？哇，结束。我上课不上啊？完了，被教导主任发现了。哎，怎么回事啊你们？晚自习不上，没收。他把篮球没收了。能不能好好游戏？老师自己玩，老师自己打球去了。快来扣一个。
哎呀，美术室，哦，天堂道具工具板都有了，这么多，雪肤板、泡沫板、EVA 板，好东西，钢丝锯。之前找了好久，这个钢丝锯没有。你看现在这里就有钢丝锯，这里对于手工人的话，简直就是天堂。哎呀，太好了，今天稳了。这里边有老师哎，我看到数学老师特别害怕。我数学高考是8分。今天如果 X 猎人是我们之前的队友，像小葛，他跑的速度特别快，所以他会找得很快，因为他体能可以。张一农体能不行。所以他只有力量，他只能拆，一个负责拆，一个负责跑，这套组合起来就很可怕。所以我们得找一个跑又跑不到，拆又拆不了的地方，而且呢，看起来又很自然。我不玩灯下黑的，我玩距离战，把场地的优势给它发挥出来。这个场地就是大，猎人肯定是从1楼开始走的，只要你离猎人的起始点越远，存活的概率越高，所以我躲在3楼是最优解的。哎，楼哥，你看这上面啊？你看这上面，我看过，这上面 OK 吗？可以的啊，这很 OK 啊，这个地方。我上面张新东又说瞧不起我，你管他瞧不瞧起呢？藏到最后就行了。下次谁在藏天上的人，我就瞧不起他。那我就想，你躲天上这么厉害找不到，那我躲地下我也让你找不到嘛。它地方太大了，猎人在里面搜网估计得1个多小时，根本不可能搜得完。他肯定会从那个里面开始找，因为外面下雨他不会找。从里面开始找的话，我躲在外面，哪怕被找到也是最后被找到的。按道理操场肯定是他最后找的，因为它太大了。这上面可以上吗？你得有创意。这很高吗？这么低？哎，你是个有手有脚的好吧，猎人啊？你上级用梯子，你可以用梯子来找我，就这么点。算了，不能被他抓到把柄。重的，哎，躲不了，太低了。操场没地方躲，感觉。下雨了。哦，这下水道好深啊！哎，哎呀，有点沉。哎呀。哎，哇，这挺大的还，这可以哦，挺大。阿龙，对六，你给打开了，你给打啊！待会儿雨要下大了怎么办呀，阿龙？输赢第一，这个不会有人搜吧？就很重，因为打不开，你知道吧？我能进去吗？我全身裹满塑料袋，我就趴在那儿，也不脏，也不冷，雨也淋不到我，还不错的哦。那你无敌了，我们不会被团灭了。是的呀，但你我觉得离远点，你藏到那边去会好一点。行，我那边去看看啊。可以啊，躲操场。我找一块能打开的。应该这学校先盖的这个把哦，打开。上一季梦幻是下水道女王，我是下水道王子。不行，这名字太土了，跟他炒 CP 不行。他要找点说4代迷圈，对不对？浪费他10分钟吧，还是慢慢一个看。张心动，我给你面子啊，不躲天上了，但躲地下，你要是再找不到我，就丢脸了，你无处可逃。作为数码博主啊，我把我最喜欢的东西3D 打印机带过来了。其次，还带了我的一双月球鞋，它可以加快我的走路的速度。我还带了4个可以袭击猎人的装置。我们先去搜索一下吧。我想的是先上2楼、3楼看一下，因为猎人的话，如果他一开始从1楼出发，我觉得在1楼的几率太大了。走。我想找到的是一个可以把我的智能设备结合起来的地方。哎，这是可以开的吗？这不可以开啊。好像3楼主要就是教室了，但教室的话有点不太好躲，因为都比较空。再去2楼看看，这个也不太合适。这2楼基本都是教室，我们再看一下
还没有找到好的隐藏点，好像这3楼、2楼都比较空啊，确实不太好找啊。看1楼吧。快，这个场地很大。今天我一定能抢最后，为什么？因为我在场唯一的一个在读的，虽然不是在读这个初中小学，但是起码是唯一一个在读的。我们从这看一下啊，看我们现在来到整个场地的边界，哎，这有一堆沙子，因为今天是雨天，所以其实弄沙子可能会留下一些痕迹。我觉得如果猎人来了这个小学最有特征的地方几个地方，食堂、教室、操场。这些他能想到有人会藏的，所以呢，我们要藏到一个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地方，一定要避开这些他一进到这个场地就能想到的这些地方。这有一个井，打不开。哎，这个后面好像有一部分区域，整个结构的和地面交界的地方呢。它这个眼口伸出来了一部分，所以其实从外面看它是看不清的，但里面有个空腔，可以利用这个可能猎人不会想到的一个小知识去做一个躲藏方案。哎，这底下里面还是蛮多可以躲的，底下有个空间，可能是可以做一个壁柱的。所谓壁柱就是它是和墙粘在一块儿的，它有一部分突出去，有一部分在墙里。它正好又被一团草给遮盖了视线，然后那个柱子又异常的大，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可以缩在里面。这些地方如果罩在这儿的话，做一个木板，且不能破坏这的植物，那就看才能做的跟它一模一样。我觉得除了材质做旧，可能还会有一种更聪明的方法。我要拍下来，然后把它做成拼贴的，用打印式打出来一张完整的贴纸，看这种方法可不可以更快的去做好我这个做旧。而且呢，我的肌理就会跟它一模一样。我这次针对张天洞呢做了我自己的技术的升级，因为之前我是在尝试做旧。我都拿这墙上透气过去。不会真有一个人在里面吧？嘿 ，OK， 第一个找到了马吉瑞。但做旧呢会涉及材料的风干的问题，它新旧会有这个颜色的差异。这种方法呢，我觉得可能会比直接做旧更快一些。我们得去先上一下楼看一看，我先大概的了解一下这个学校里面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这种讲台，他们这个讲台还挺妙，他们没有柜子，看能不能够在他们这个下面给他们加一个柜子，感觉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看看其他的教室什么情况啊？他们的每一间教室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形式，我感觉到。那么如果是一样的形式的话，我感觉我做柜子好像不太行，因为很容易就看出来不同了。感觉我不要在教室上面花心思了，我们去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特殊类型的教室或者是场地。这里有一个彩色的户外花坛区域，其实我感觉这个地方也可以耶。我现在要看看这个花坛它是不是有规律的一个摆放，如果我中间突出一块，就会有一点突兀。我们来看一下，不行。花坛全是规律的，这个太冒险了，而且这个是彩色的，太明显了。其实我想的好几个方案都试了，觉得不合适，因为学校里有很多规律布局的东西，多做一个容易发现问题，所以我要找出不规律的东西。哎，我倒是发现，感觉好像学校里面的每个垃圾桶长得不一样哎。垃圾桶，你看那个地方有一个垃圾桶。那边还有一个集中的垃圾桶，你看它的这个地方还有几个垃圾桶。我感觉如果能在学校里面做一个垃圾桶，其实是还不错的选择。因为我发现他们学校里面的每一个垃圾桶长相几乎都不一样，那么也就是说明，就算我做的不是跟他们一模一样的材质，这个东西也不会觉得突兀。所以今天我们先按垃圾桶这个方案推进它。你有想好藏哪吗？我有一个点啊，这是门卫室吧？能不能伪装成保安啊？那有衣服，这不是有个衣服吗？啊，有衣服，我就穿着玩玩。我感觉这个节目真的很好玩，我脑子里好多奇奇怪怪的想法。
哦，这怎么掉了？对呀，腰带，试一下。我现在假装我是猎人啊。好。再看一下这地方有没有，这会不会有人？哎，这有保安大叔，哎，这个躺着有一个人，这么年轻来做保安啊？我想问一下，之前藏那些套路，比如说有没有藏过卖医保医这个套路？我知道你意思，就是2个人可能藏在一个地方。对。但张心动他有个特点，就是他找完之后，他确实也会看看那个地方再有没有落下的人。OK， 疑心也很重。我藏在垃圾桶，让一个保安来推，因为我们今天有 NPC。他想做个移动的垃圾桶，让他远离这个猎人，走到哪儿可能就往他反方向走。所以这个是合理的吗？是允许我们移动的吗？不行。哦，不能推着走。不行。但是我不动啊，但是是东西动啊。相对静止，相对垃圾桶静止。我先看一下。哎呀，难啊！我现在一个人先去找一找可以藏的地方。让我来看看啊，学校里有没有什么可以操作的地方。根据我前2期成功躲藏的经验，一定是要融入这种环境中，找这个环境中存在最多的这种元素，然后把自己隐藏在这个里面。这是我的一点点小心得，所以今天我感觉我也会这样操作一下。我感觉猎人也没有升级，因为我连续2期都没有被找出来，所以这一期我也会用这样的策略。我发现它这个到处都有这种板儿，看看有没有空白的板儿，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板儿来做点事情。哦，你看全是这种板儿，现在这个思路还是挺明确的，看看有没有能被我们用到的元素啊。哦，哎，这个点子挺好的，这些手印我们可以采集一下咱们玩家的这些手印，我没准可以用到一些什么，所以我感觉可以去那种手工教室找一找，有没有我的板儿呢？没看到，换一个地方再看看。哎，好东西，先没收，先标记为潘明俊所属啊。好了，现在就差躲藏点了。哎，我试一下这个门，这个位置还是刚好的哈。到时候就在这块板子上做一幅画，假装是学生作品，然后可以把边上的春联也融合进去，然后我躲在这个门后就行。各位玩家请注意，距离躲藏结束还剩5小时，抓紧时间。啊，这个如果做面墙也挺好的，你看。但这唯一的缺点就是这里有这个贴脚线，这个贴脚线无法抽离，直接放弃。这个是个很空旷的地方，通风管道。如果我在这里做一个通风管道，会不会很有意思？这本来就有通风管道，你看，这本来就有通风管道，我就做一个通风管道，脸朝下，看着猎人。想玩一把心跳的感觉，就是如果猎人没看到我在下走来走去的话，跟猎人贴脸开大的那种，我是觉得这个体验可能会非常刺激。我从那边再看一下，这里我觉得他会进来，垫子他会翻，还是刚刚那个通道好。那去找材料，这轻我就裁出去吧。我再去学校的后勤仓库看一下。哇，这么多材料，哎，这材料好哎。排风扇，这排风扇算了，拆不了。哎呦，开始大型淘宝了。这应该都是拆完快递剩下的材料。这个可以用吧？这个放在角落里，这对我来说绝对是宝藏之地啊！变废为宝，不就是我们吗？这个画的是通风管道的草图，做一个出风口就够了。都不需要尺，很稳。我用美工刀用的还可以的，它没有偏差的。切割难度比较高，6公分的 EVA 板太厚了，它不能一下子切下来，所以它得正反面都得切。但正反面切，它会考虑一个切面平整度的问题，因为切面是要粘合的，如果不平整，通风管道的外观就会坑坑洼洼很假。但是最后我还是习惯这个手势了，最终是没有太大问题。我来组成头部，来，你看着，
这样来吧，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哇，这胶太厉害了！我天哪！哇，可以啊，而且很轻。嗯，完美。那个是陶瓷教室吗？我发现一个东西，他们学校没有窑炉，然后没有烘干机。看一下有什么材料吧，因为窑炉我觉得，金属应该是做不了，应该需要用砖。如果烘干机的话，其实有铁材的，但是也有木板材的。我觉得可以用木板做一个烘干机，然后放在这个位置，因为这个是喷釉。其实做陶瓷的方法是第一步制作，第二步在这儿晾干和烘干，然后上釉再去烧制。然后烘干机的位置就放在这儿，因为这整个就是晾干的地方。然后把上釉的机器再给它挪走，这是可移动的吧？这是粘在这儿的。哎呦，没想到。我本来想是坐在这里的，我感觉这里很合理，因为流程动线比较好。放在这里其实也合理，但是这个位置离门口太近了，很危险。那要是里面这个位置的话，好像还可以，得先把架子挪一下。都是这么重吗？我去找个人帮我一下。哎呀，小范，帮我个忙，我想在这做一个烘干机。所以说你需要把这个架子挪出来。对，大概多宽？我觉得只要有我一人伸就可以。等一下，慢一点，先试挪一下，我们两个不行，我们就换位置。好，走。等一下，走。不行。哎呀，不行。它底下是不是？我知道啥压着了。什么？下面陶泥压着了。哇，这么重，难怪搬不动。哎呀，这差不多了，差不多，试一下啊。3、2，怎么样？好，接下来我就开始做烘干机了。先简单建个模吧。我现在想的是做一个可以真正开关的烘干机。前面部分做它的烘干隔板，然后后面部分是我的躲藏空间。但是因为确实，我担心它就是能看到这个厚度会觉得后面是藏人的，所以我把它做成了一个风道。这样的话，这个地方会旋转起来的话，我觉得会真实一些。然后还做了一个陶艺烘干箱的3D 打印的字，再加上3个按钮，实现它真正的加热到开关灯的一个方案。现在开始打印。首先先打按钮，打算做2个白色的，2个绿色的。这边过去，这里有个保安亭。哥，你这还缺人吗？缺你，现在我让你们。真的吗？真的可以吗？可以吧？那如果我们能替您上天班，您是不是就可以休息？不可以，不可以吗？不可以吗？不能离岗。就是如果有个很凶的人，他进到学校里，您把他拦住。啊，就是要配合你一下，是吧？对，配合。你把他拦住，说这里不让进，可以吗？哎，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好。你戴上这帽子，我看一眼。啊，一眼就认出来你了，一眼就看出来是你了。这很容易看出，头发太明显了。老师，我能看一下您是什么发型吗？我这个短的。哦，寸头。哦，是这样的，好，谢谢您。狼尾真的太明显了，这太显眼了。尤其是那个栋哥，他也是狼尾，他最懂狼尾。我们可以叫个外卖，买个假发。我们决定藏在保安亭里，因为兜了一圈，发现学校里正好有2个保安亭是相对称的，而且我们觉得猎人想象不到有人会正大光明的坐在保安亭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咱们现在跟那个保安大哥有点不匹配，我觉得咱还得画黑一点。可以啊，我们已经有了这个胡子。哎，全手织真人发假胡子，这有2个，咱俩可以一人一个。但你这胡子听着太假了，我觉得还整顶假发，反正就是让自己不像自己。可以，那咱们订个外卖吧。假发，那个黑的粉底，假发粉底，粘这个得用胶吧？胶、OK 吧？栋哥，如果他觉得我们上期无聊的话，这期给他整个好玩了。我在想要不要把这个垃圾桶移开，一会儿我就把我垃圾桶放这个地方。猎人如果从那边过来的话，其实他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往回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角度才能找到我。要不就是我往最远了放，就往那个角落去放。我们去看一下，哎，这边转过来了，没了。这个地方其实也行，
草鱼，我现在需要你来给我做一个判断。我放到这个角落，我把它的花坛搬走，然后我放到这个角落，你觉得行不行？我觉得可以。好的，这个地方其实到旁边就已经全部都封住了，它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死角。然后这个旁边呢，又是他们从那边路过反过来的一个死角，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放2个垃圾桶是合适的。好的，开工啦！现在我要裁出我的这个垃圾桶的尺寸，所有的结构板出来。然后把板子钉起来。现在我来试一下这个高度。我准备的是上面这个地方放垃圾袋，下面是我藏的地方。OK， 尺寸差不多。装饰一下这个板子，粘上去。这个超轻粘土是我之前在仓库里发现的。超轻粘土，这个拿它来粘出来，然后做一成那种浮雕感觉的。看一看啊，哇，好多啊这个，哎，可以哎，哎，挺像的啊，有点这个轮廓。哇哦，挺会做的吧，潘明俊，你不是有这个天赋吗？你也可以的，咱也是个艺术家，真棒。你做的？哎，我就开始来搞一些树干，然后树干搞上去之后呢，然后咱们就是大家的手艺就往上摁一摁啊，这样。哎，对啊，可以啊。我再搞一点树枝呗。再搞一点树枝。这是什么意思？树杈呀，你不然光是一根树干多难受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就是树杈，然后在上面嘎，摁满哈，是吧？完美。印手印吗？来。蓝红配一下。哦，你这个还有其他颜色可以叠着的，可以。对呀，很聪明哦。哦，哎，好看哎，有点意思啊。对手小一点。哎，我把小玉姐喊过来，小玉姐的手比较小。哥来，小玉姐，快点过来一下，来蘸一下你的手印。哇，可以，很棒。可以，朋友们，我这个差不多。很棒。现在我要去找有没有垃圾袋啊、防潮垫什么的。这好，这个躺着很软和，特别好。哦吼，够大！我去操场，到我的躲藏点了。喂，哎呀，来，不听话的小孩，哎，倒反天罡哟！走吧，对，一折一扑。没有别的选择，我就把它捡来。讨厌的家伙！再见了，兄弟，再见。崩溃了，真的崩溃了。你找不到我。算我厉害，算我厉害。还可以，很好哎。看，怎么样？这样可以，很棒。为了万无一失，我给自己做了一个黑色的挡板。跑酷达人迈向手工活的一天，这样就算猎人过来了，往下水道里看，也是黑色的，看不到我。用铁丝儿。我那个手这样都不好抓嘛，我自己抽根铁丝就行了，这样扯一下不就好了吗 ？OK， 这样就可以自己把板给抠着了，光一根线它又看不到啥。我们先通过铁线测量一下长度有多少，56，1.56米，1.56米的长度呢，我躺在里面可能得缩着腿，
测高，差不多是50的高度，但是你要塞进去的话，肯定是要比50要短。我看40可不可以？40的话勉强可以，40可能有点太短了。看一下宽度是多少？宽是30，我们要换一个宽是30，长是1.6米左右的一个方，看我能不能躺在那个方里。好，现在我们先去室内。宽50还差不多，宽30也太窄了，怎么躺在里面？这边是30，我觉得这个板子的宽度不能太宽。如果我们做50的话，我躺在里面。我现在是在这个里面的吗？脚可以再往长一点，这样的 ，OK。1.0040可不可以？高度45。好，我们现在定好了，就去锯我们的木板。好，木板搞定。现在我们去把拍的照片打印出来，看一下效果。各位玩家请注意，距离躲藏结束还剩3小时。就相当于我钻进去以后，这空间应该还可以的，是不是？哎呀，啊，它这个还是容易开哎。用筷子，现在也没这么长的钉子啊，难戳。呀，难弄，这个。筷子进去比较难进去，所以尽量把它削得尖一点，削成个木钉子。因为前面我发觉进去的时候有阻力，所以现在这样的话是 OK 的，很快。你看现在是不是比刚才快多了？你看现在我很快就能搞进去。我们现在把这个缝隙给它想办法处理一下，因为有些缝隙有点小问题。相当于我也在做第2次加固的工作，原来觉得它会崩开，但现在应该不会崩开。看起来今天做的很难，但是其实一点都不简单。现在我要把我的那些包边条做出来，因为我现在想让我的垃圾桶看上去像3个独立的垃圾桶，就类似对面的那个金属垃圾桶，然后我做的尺寸会小一点，这样更不起眼。而且今天草鱼也来了，虽然我们是夫妻，但是我也不想输给他，我一定要赢，重燃我的斗志那种感觉。对，把我的边条给它全部都固定好。OK， 这样一个框就已经钉好了。这边是一个真正的门洞，是给我自己进去用的。接下来呢，我就要在我的垃圾桶上面开4个洞，然后用来丢垃圾。小鱼它能用很普通的东西把这个东西做出来，这是我很佩服。但是我也有了这个手工能力。接下来安装开关。现在安装风扇，可以让它动起来。除了基础手工之外，我还能把智能设备结合起来，变成一个不同的东西。简单理解，做一个电子的东西，或者说做一个家电。现在是装门窗传感器，可以控制灯的开关。那我们现在先打开吧。好，烘干机部分可以。草鱼它的科技能力确实是很强的，但是论真实性肯定是我做的更好。开始上颜色了，把门板这个面给它保护好。什么情况又？帮我贴这个纸吗？可以吗，哥们？哥们儿，你做的是个什么？是个镜片当垃圾。哦，还是干湿分离的。哎呀，要不说你智商高呢，曼曼。这也太牛了！需要我干什么来吧？我想让你帮我贴这个美纹纸。OK， 没问题。来，哎，你跟我讲，你俩谁追的谁啊？这重要吗？现在我着急，我垃圾桶被人家翻出来。我俩没有谁追的谁，我们学校里面就是社团认识的。所以说问你，当时你们俩是
就怎么到了结婚这一步了呢？因为我们一直都有自己的计划，就是我们自己的人生规划，所以结婚就是在这个计划内的事情。你有女朋友吗？有啊，我当然有女朋友了。哎呦，那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哎，我们最近已经开始筹备这件事情了。真假的？我是个婚礼策划师。这样就是看在我这么辛苦帮你的份上，到时候能不能帮我策划一个方案？就是我不想要这种求婚方案啊，我不想要这种垃圾桶啊，或者是什么枯井啊，或者是什么马屁啊。点我呢，点我呢。现在我的这个颜色是要用来刷我的整个的这个外边条，最后用这个刷子给它过一遍细节。先把浅一点的灰色做出来，试一下这个门板的颜色，看合不合理。好，可以。因为我们平常的生活垃圾一般是分为4类，每一类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我必须严格参照，追求它的真实性。然后我还让草鱼帮我3D 打印了垃圾桶上的文字，成败在此一举啊，朋友们，行不行就看这一下了。好了。看一下我们第一张打印的测试，这是我们打印出来的效果。现在呢，我需要快速跑到那个地方去，一是调整我的比例，第二是看它整个色泽的调整。正好是 A3 的话，大小倒是类似，但是色差有点过于明显。我这个太偏亮，饱和度且有点高。如果这样的话，我整体降饱，然后把这个亮度调暗一些。走，赶紧回去改。打印机也有色差，然后我们的这个照片可能也有色差，所以2层色差就会导致我必须得一遍一遍的试。一个试好之后，其他都用类似的这种调色方案，所以最开始这个一定要打好。这版感觉是可以的，再去对比一下。太暗了，饱和度有点太低了。哇，而且这个整个偏红哎，偏红。太暗，这版不行，这个色差还是很大的。我电脑上的和它实际打出来是完全不同的。这个色差特别难把握，这是非常非常难的。就是你拍下来，你光拍照这个环节，因为在整个树木的遮挡下，它本身就有一层光影的变化，然后你再把它导到电脑上，电脑显示屏也有一层色差，再打印出来还有一层色差。现在已经是第4版本了。第4版本问题是太轻了，对比度不够，深色的地方略深。那我再拉回一点，看一下，太蓝了，对比度不够，白的不够白。这一来一回的，你别说，还挺折腾时间的。我已经来来回回跑了5、6趟了，每次都会有不同的差异。这肯定还是不行，重新调，需要反复去比较和调试。只有定好最相似的样式，才能进行下一步。还可以，就用这版吧。我现在先导出来打印一份，就是把它大概贴一贴，看一下效果。1比1的打印，其实这一步是最难的。我们的打印机只允许打印 A3 的大小是42厘米和29.7厘米，但我整个板子的长度要有1.6米，所以我必须得用很多张 A3 纸拼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大的贴面。而且我发现它每张纸打印都是有色差的，它这张纸打印和上张纸打印可能也是有色差的，有一些微妙的色差，每次打的不太一样，不太稳定呢。第3张不太一样。第3张得重新打一下。好不容易定了一个版本，但是发现同一个版本下打出来的纸张也无法做到每一张的明度和对比度都能高度模拟它原先的那个壁柱的颜色。时间剩的也不多了，心里其实蛮着急的。救我！救我！啊！谁呀？你在哪儿？我掉进了器材室的球筐里面，求救！救命！是谁呀？谁需要救援？包勃，廖善红。啊！我真出不来了。有没有可能可以藏在球里呢？
这真的能藏？哎，我这不对劲，我都出不来了，真卡着了，不行，我鬼点子得少一点。等一下就，等一下，我这个鞋带你等等。快点，那个。完了，早知道不该喊你了。拍照留念。该拍照啊，该拍照。其实是这样的，你又进到篮球框里，可能不会被卡住了。这不是你的领域啊，对，排球，你越界了，知道吧？越界了，帮一下，你跨界了，慢，投。哎，这打得开吧？原来这个真人秀，真的卡住了，不是。啊，谢谢你们，哎呀，太好了，成功解救，还好有你们。你要藏在这里面吗？对，我想藏着，但是感觉有点难。要是我有能力，我就不让他们来救我了，但是没有办法，直接囧死了。但我还是想藏在这里，或者就是，我看里面空间大概有这么多，这个地方得清理干净，确实可以侧着在这，还可以。然后这里再摆个东西。我最终的躲藏方案是躲在器材室的一个角落。我一开始的设想是觉得大家都在做通风管道、垃圾桶、烘干箱那种复杂的藏身处，猎人肯定重点搜那些，反而容易忽略这种不起眼的夹缝。我就用房间里的重物把架子压死，再用快递箱挡在我和架子之间，顶上再堆点东西，这样它可能会扒拉一下。发现拉不开就放弃了，他可能会往旁边最大最多东西的一个地方去找，这就是一场博弈。学校这么大，他要真较劲扒拉我这块儿，得花大量时间，对他来说太不划算了。拿下外卖，拿外卖。哎，大哥，我们又来哥，我们又见面了，我取一下外卖，一会儿见。这现在是我们的领导，刚才应聘成功了，没错。专门买了一款这个沧桑型的假发，很难买，因为一般人戴假发都是为了帅。那我们开始化妆吧。扎鼻子，你把翘起来的剪掉。行，这胡子还行，我觉得涂黑一点。这个色儿应该差不多，脖子应该也得画上吧？对，画掉，耳朵也得画。完美，对比一下。戴假发吗？这脑袋怎么尖尖的？不是，这个是真的是戴对了吗？这么扎我眼睛里而已。有点像派大星，这头有点太大了吧？就是它有点太新了，我给你梳一下了。我给你梳一下，得给它梳开了就好。这他妈你的眼头吧，这是出来啊？这不行啊，这在旁边能看起来。不是，它扣不住，要不就那啥剃了。你这狼尾太明显了，你后面这一下就看出来了。不是，这不是戴假发？不是你看你戴假发，你别动，你这根本包不住你狼尾，你从后面看，你这根本包不住。啊，就是这留了1年半，对不对？反正不剃就戴假发，戴假发肯定是不行。这假发不行，这太假了，这有点。反而呢，还有300多天就过年了，还有300多天才过年，还能再留一段时间。这会养头发吗？你要给剃成像那个大哥那样的发型。来吧，那就剃吧，速战速决。人生一片无悔。拜拜。我还见笑了。66，哎，哇，还认得出来我吗？兄弟，太狠了！还像我自己吗？像啊！哎呀，推头发你找我呀！我在部队就全都自己剃头发的啊。那你来，放心，真的放心吗？你看我这手法你就知道了，我们都是战友之间互相剃头发，放心吧。哇，你这真豁出去了，兄弟！今天猎人要抓到你，我都揍他。对6的这个方案，我感觉非常棒。他们俩真的是豁出去了，把自己的长头发都剃了，造型都没有了。如果给我的话，我也付出不了这么多的代价。他们也确实非常敢，可以啊，我觉得这美式前刺嘛。这美式前刺在哪儿啊？哎，
真帮不了你家狗了。没哥。OK， 谢谢小班，谢谢小班。哎，你给他也剃了得了。哎，我就不剃了，我换个方案。不是，哎，不是，等，我给你摘了，哥，全是头发。哪儿去了？人呢？跑这么快？在这儿，我看到他了。你也得剃。我找一个特别好的，你别找了。哎，我真有一个方案，你没有方案。哎，我跟你说，你现在给他来一铲子，他就必须得剃了。快下手，快下手！我帮你摁着他，及时一到，快，你就给他一铲子。OK 了 ，OK，请赶紧去那坐着吧。行，就这样吧，我觉得挺好。各位玩家请注意，距离躲藏结束还剩1小时。现在呢，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摆边踩掉，才能大概对齐的一个状态。终于调整了一版差不多的类似的，然后把这些打好的仔细拼合成一个完整的我的一个木板，贴在木板表面之后，这就是我的主体的结构。然后所有的纸呢，我尽量保证它是平的，这样子的话，它的边缘相接也是平的，不然的话，这个阳光照上去，它就会有一些阴影褶皱什么的。把纸贴在板上这一步还是挺费时的。好了，现在我们把板拿去试试看。然后我现在只需要把这3块木板关键的位置定上，然后藏在里面，放在那儿就可以了。因为确实有点太亮，太新了，主要是。拿那个喷胶什么东西喷一下吧，真的喷点明显好。然后我发现这种喷漆喷完之后效果非常自然，然后我整个方案截止目前我觉得已经做得非常，就看上去非常完美了。大家还有谁要帮忙？我需要你来帮我做下假的螺丝帽。来了，这个螺丝帽是用来装饰的，贴在通风管道外面，远处看起来会更逼真。把人家模型要是吧？尽量把它磨成圆的，因为它是一个螺帽，我们在做铆钉嘛。你在这里搞，这还挺好的，以墙作为砂纸还可以的。对啊，这个墙面很粗糙的。可以，差不多可以就给我吧。你看我们的螺帽现在做了这么多，一会儿我就把它给粘上去。通风管道我做的很逼真，包括所有的颜色、做旧、结构、逻辑，而且我这个通风管道是架在那个铁架子上面的。张新东他就算抬头，他也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本来就存在的，这没有一个地方是错的。我现在颜色已经看不清了，真的。阳光下面我一直看这个白的，我现在颜色已经看不清了。不过没关系，因为这远看它不会看得很细。对，这一季的整个逻辑就是躲藏永远是逻辑高于手艺。它的合理性是放在第一位，后面是它的手艺的部分，所以我这次的逻辑100%没问题。我们再把踢脚先搞一下，你要粘住它。对。OK， 这个你帮我搞一下吗？你把它卡到这个最左边哈。我知道。OK， 试一下。往下放了。放。可以哎，但是它有点前倾，拿东西压下要不？一个凳子就够了，挺重的。OK， 可以跟这个边上的融一下，加一个横劈。OK， 完美，毫无突兀感。我这边也告一段落了，不是帮别人的，全是他的头发。从一开始我加入到这个游戏里面，我觉得我们就应该算是一个团队。那基于这样的一个心理呢，我就会想着去多帮大家去完善他们的作品。今天罗哥也帮了很多人，而且他还感冒，所以我就想着我也给大家帮忙。垃圾了啊！你太好了，潘曼。这还有一点哈。好。这什么果皮什么都在里边。好，待会儿我来放。记得洗个手啊，确实挺有点脏。好的。各位玩家请注意，距离躲藏结束还剩30分钟。因为听小鱼说猎人都是比较暴力。虽然我们不能对他暴力，但是我可以给他点颜色看看，对吧？现在去布置伏击点。这个讲道理，猎人是会打开的。我现在用的是人地传感器和人在传感器，所以只要猎人出现，它就会触发测试。
在正门背后再放一个。我在我附近设置一个水trang点，可以了。我相信我的装置一定能吸引到猎人。我现在在每一个黑板上面写字给那个张心动，他这个字好多笔画哦。哎，我这个是不是好变态？给他画这个，张心动以为是他哪个女粉丝给他画的呢？嘿嘿，我们是正常兄弟关系啊，不要多想。OK， 下一个给他每个价格写一下。你抓不到我，你确实抓不到我。各位玩家请注意，距离躲藏结束还剩10分钟。你在这儿吧，待会儿我去那小的，我这胡子多一点。换衣服，还可以，确实有点看不出来了。大哥，您这个袖标可以借我一下吗？可以。您帮我挂一下呗。哦，是这样子吗？哎，好，哎。非常好，你快去，我去那边。行，你靠近点，拜拜。如果猎人真的找到我，我就用我的港普跟他对话一下喽。靓仔，要先登记喽。你找谁呀？拜拜，我就躲在这里了，猎人。抱抱，有这个加这个，然后我还有个这个要。先扔这个进来，你先进去，我把这个扔给你。OK， 我先进去。我要躲在这里了，小猎人，我就赌你不会来这儿。OK， 可以发给我。我扔下来，大的往上扔了啊。好的。外面不明显。OK， 你太好了，楼哥。没事。我这个躲藏点在情理之中，体育办公室里有这么多器材堆放也非常正常，我觉得猎人不会找到我。小鱼，需要收尾吗？小鱼今天不要。OK， 非常好。还有鱼姐夫呢？鱼姐夫需要。草鱼我们来了，草鱼。哇，天哪，大工程啊，兄弟！谢谢两位哥，帮我躲进去，然后给我放点陶瓷。拜拜，我要进去了。走，你慢慢走几步，往后慢慢退啊，小步走啊。好，可以了，到头了。关门，感谢大家。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希望我和小鱼能一起躲到最后。来吧，等一下。这个很轻。走吧。哎，不行，这个顶上，你看这个顶上应该距离也够。我拉你上去。小心啊！来走。来吧。可以。信心99.9，就很有把握。我觉得今天我就是稳了，我觉得猎人根本不会找到我。好玩吧？太牛了，马老师，相当不错，天衣无缝啊！他要发现这儿了，我把这个你做的这个吃了。加油，马老师！加油！现在经过小伙伴的帮忙，我终于在这个顶上位置了，所以一会儿就进去了。那我在下面就可以看着猎人在下面跑来跑去，应该这次挺有乐趣的。加油！塑料袋侠是你吗？变身了！快去！没事可以放，没事，问题不大。把那个小黑板给我，小白是那个白板。对，我枕头。猎人加油来找我啊！拜拜。这个板子是不是？对。哪头给你？这头。白色那头给我。对。这头。好，慢点啊。怎么放呢？斜着下来就好，斜的。OK。下来了啊。这样斜的就行。对。OK 了。好 OK。好，盖上了啊。好，盖吧。拜拜，加油。
看得到我吗？看不到，一点看不到吗？看不到。好，非常好，拜拜。我用垃圾袋做了一整套的衣服，然后在下水道下面又垫了泡沫，最后在我身上盖了一个黑色木板，有双重保险。我信心很高，我觉得有个80%-90%他是找不到我的，因为我觉得他不愿意花400米的时间来找我一个人，很费劲，又绕这么大一圈。OK， 现在到我们了，赶紧！拍拍，我要进去了。朋友们，我现在躲起来了，看，墙外面就是，希望猎人找不到我。小鱼老师，小鱼老师，来啊！收尾大师，这是我的一个道具墙，然后我待会从这边钻进去，你看，然后钉枪的话，我们是这个面吃这个面，好 ，OK， 然后把这个侧面的木色大概烹一下，好，最后帮我把这个植物扒拉扒拉，因为它可能会被踩下去。 OK fine， 你进去吧。我先进。好，加油加油，小马。好。啊，可以，这样就可以。 OK 啊。哎，没有卡住你啊。没有，没问题。往里走。嗯，好，对里了。好，可以。蛮有信心的，我觉得张心动这次绝对找不到我。我要进我的垃圾堆了。躲藏时间结束。